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中医问诊之问疼痛。疼痛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中医是如何认识疼痛的机理的。疼痛的机理主要有2个，我们用8个字来概括，就是不通则痛和不溶则痛。不通则痛主要是指外邪、气滞血瘀、痰浊、实滞、虫疾、结石等等阻滞了脏腑经络，使气机不畅、气血阻滞而引起的疼痛，我们称之为因时而致痛。疼痛的另外一个机理就是不溶则痛，它是由于气血不足、阴经亏损、脏腑经络失养导致的虚症引起的疼痛，所以我们称为因虚而致痛。我们询问疼痛的时候，主要来询问疼痛的部位、性质、程度、时间以及疼痛的喜恶。下面我们重点来学习问疼痛的部位和性质。对疼痛的病人，医生首先应该询问的是你哪里痛啊？这就是在询问疼痛的部位。问疼痛的部位对于辨别病变的部位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不同的病变部位的疼痛表现的病症不同，病变所在的脏腑经络就不同，治疗方法也就截然不同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头痛。头痛是指头的某一个部位或整个头部疼痛的症状，因为头痛不同的部位与经络的循行密切相关，比如头痛连项与足太阳膀胱经有关，两侧的头痛与足少阳胆经有关，前额眉棱骨痛与足阳明胃经有关，而丁点的头痛与足厥阴肝经有关。因此，我们把头部的疼痛与各个经络联系起来。当我们治疗的时候，可以选择用引经药物来进行相应的治疗，比如太阳头痛选用羌活、蔓荆子、川芎；少阳头痛选用柴胡、黄芩、川芎；阳明头痛选用葛根、白芷、知母等；厥阴头痛选用吴茱萸、藁本等等。胸痛是指的胸的某一个部位疼痛的症状。胸痛有2个病变的部位，一个是虚里作痛，痛彻臂肋。虚里相当于左侧胸中的心前区部位，是心脏在体表的投影。虚里疼痛当然就是心的病变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的胸阴部位的疼痛伴有咳嗽的症状，通常是与肺病有关。所以胸痛主要来诊断心和肺的病变。胁痛是指的胁的一侧或2侧疼痛的症状，足厥阴肝经以及足少阳胆经都是循行在胸胁2侧，而且肝胆又在右侧的胁肋下面，所以胁痛通常诊断为肝胆病或者是肝胆经病变。这里需要强调一下，肝胆的解剖位置在右侧的胁肋下，但是有一部分人左侧的胁肋出现疼痛，在中医学中仍然辨证为肝胆经的病变。胃脘痛是指的上腹部剑突下胃之所在的部位出现疼痛的症状，胃脘痛就是指的胃痛，胃脘痛的部位当然就是指的胃了。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下，因为有一部分病人他们对自身的解剖位置并不是特别了解，他们以为人体正中心部位就是指心，所以经常会有人按住胃的位置，却告诉医生说心痛。所以当病人说自己心痛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结合按诊的方法，去准确的了解疼痛的部位到底是在左侧的胸中的心脏的疼痛，还是在剑突下胃脘的部位出现的疼痛。
腹痛是指的剑突下至耻骨毛肌以上，这里胃脘部所在的部位应该除外。这些部位出现疼痛，或者是其中的某一个部位的疼痛的症状，我们称为腹痛。腹部我们把它分为大腹、小腹和少腹3个部位。大腹是指其以上的部位，大腹部主要是与脾胃有关；小腹部是指其以下至耻骨毛肌以上的部位，主要与膀胱、大小肠、包公有关。小腹部的两侧称为少腹，少腹是属于肝胆经所循行的部位，所以少腹的病变通常从肝胆经进行辨证治疗。背痛是指的自觉背部疼痛的症状。背是指的躯干后部上平大椎，下至际肋的部位，中间有督脉，督脉两侧有足太阳膀胱经，以及肩臂处的部位有手三阳经循行。如果脊背疼痛不能俯仰，通常是正中督脉出现病变；如果背痛连及项部，这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变。如果肩背疼痛，通常是与手三阳经经络病变有关。腰痛是指的腰部两侧或腰及正中疼痛的症状。腰是指的躯干后部际肋以下、髂脊以上的部位，所以腰痛的部位是指的腰脊尾底局部及经络的病变。而腰部两侧的疼痛通常是属于肾虚的范畴。四肢疼痛是指的四肢的肌肉、经脉和关节的部位疼痛的症状，它有实症和虚症的区别。实症通常是指风寒湿或者风湿热阻滞了肌肉、经脉和关节，从而引起了疼痛。虚症是指的肌肉、经脉、关节失去滋养，与脾虚和肾虚有关。最后一种疼痛就是周身疼痛，它是指头身、腰背及四肢等部位都疼痛的症状。周身疼痛有心病和久病的区分。心病的周身疼痛与外感风寒、风湿有关；久病的周身疼痛与气血亏虚、形体失阳有关。问了疼痛的部位之后，我们问病人的第二句话就是：“你的疼痛是怎么样疼啊？”这也就是问疼痛的性质。问疼痛的性质主要是用来辨别病因和病机。对疼痛的性质，我们可以概括为12个方面。我们首先来看这2对疼痛的性质。第一对是胀痛和刺痛。胀痛是指疼痛有胀满感，通常它是气滞的表现，但火热引起的疼痛也会以胀满感为主。刺痛是指疼痛如针刺，就像疼痛被针扎了一样的感觉。疼痛相对而言是比较剧烈的，它是淤血阻滞的一个表现。另外还有一对疼痛，就是走窜痛和固定痛。走窜痛是指疼痛游走不定，或者是走窜弓痛，它与气滞也有关系。另外，风湿痹症中以风邪为主的病症，也是以走窜疼痛为主要表现。而固定痛是指的痛处固定不移，与淤血阻滞有关。另外，风寒式的痹症是以寒邪为主的疼痛，也是以固定痛为主要的表现。胀痛、刺痛、走窜痛和固定痛结合在一块儿，主要是用来分辨病机是气滞还是淤血。气滞疼痛通常描述为游走不定的胀痛，而淤血疼痛通常描述为固定不移的刺痛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一对疼痛：冷痛和灼痛。冷痛是指的疼痛有冷感，而喜欢温暖，
这种疼痛通常得温痛减，得寒痛增，它与寒症有关。这种冷痛可以见于寒邪引起的实寒症，也可以见于阳虚引起的虚寒症。所以冷痛的主要病机是寒症。而灼痛是指的疼痛有灼热感，而喜冷恶热。通常病人将其描述为是一种火辣辣的疼痛，这种火辣辣的灼热疼痛与热症有关。这可以是火热实邪引起的实热症，也可以是阴虚火旺引起的虚热症。所以我们通过冷痛和灼痛来判断寒症和热症。寒症的疼痛通常是冷痛喜温，得温痛减，得寒痛增的特点，而热症的疼痛通常是灼痛喜冷，得冷痛减，得热痛增为特点。这是我们判断寒热的两种疼痛的性质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对疼痛：绞痛和隐痛。绞痛是指的疼痛剧烈如掏绞，持续不减；隐痛是指的疼痛不甚，时痛时止。绞痛和隐痛最大的区别就是，绞痛的疼痛非常剧烈，而隐的疼痛，它的疼痛不是很剧烈。绞痛主要与有形实邪有关，比如淤血、结石等有形实邪阻滞气机，或者寒邪凌滞气机，导致了不通则痛，通常见于实症。隐痛它主要是因为精血亏虚、阳气不足引起的不荣则痛，它主要见于虚症。所以绞痛和隐痛，它主要是用来辨别疾病的虚实。虚症的疼痛通常是疼痛隐隐，痛势较缓，时痛时止，疼痛喜按；而实症的疼痛是疼痛剧烈，痛如刀绞，持续不解，疼痛剧按。虚症引起的疼痛，如果用手按它，疼痛会减轻，这属于喜按；实症引起的疼痛，如果用手去按它，疼痛会加重，通常病人会拒绝被按，或者是手还没有按到疼痛的部位的时候，他的痛苦的声音就会加剧，这都属于拒按。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，拒按和喜按常常是用来分辨实症和虚症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。最后我们还要看一些疼痛，比如重痛、酸痛、彻痛和空痛。其中重痛是指的疼痛有沉重感，通常与湿邪阻滞有关；酸痛是指的疼痛有酸软的感觉，湿邪阻滞气机也会出现酸痛，肾虚湿阳也会引起腰部的酸软疼痛，所以酸痛与虚症和实症都有关系。彻痛是指抽彻、牵扯而痛，它是由一处的疼痛连及其他的部位，它通常是由于脏腑经络阻滞不通、经脉失阳所导致的，与虚实夹杂的病变有关。空痛是指疼痛有空虚感，它是气血精髓亏虚引起的虚症疼痛。以上12种疼痛，我们可以用来分辨气滞和淤血，分辨寒症和热症，分辨实症和虚症。由于疼痛的机理主要是指不通则痛的实症和不荣则痛的虚症，所以辨别疼痛的虚实尤为重要。实症的疼痛通常起病比较急，所以称为心病。疼痛突然发生，暴痛，疼痛非常剧烈，持续不解，而且疼痛剧按。而虚症的疼痛发病比较久，所以称为久病，痛势比较缓，疼痛程度比较轻，时痛时止，疼痛喜按。这个时痛时止是指的当气血津液亏损加重时，疼痛就会比较明显；当吃好、喝好、睡好、休息好，气血津液充足的时候，疼痛就会稍微缓解一些。所以时痛时止与虚症状况密切相关。而这种虚症的疼痛，它是喜欢被揉，喜欢被按，所以称为疼痛喜按。问疼痛的部位和问疼痛的性质一定要密切结合起来，因为疼痛的部位主要是用来判断病位之所在，
而疼痛的性质既可以辨别病症的寒热虚实，也可以辨别气滞和淤血。以上是问疼痛的学习内容，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